来龙餐馆临时换人，沈腾居然不是原定主角。当我们重看《奇迹笨小孩》那场流水席的戏，会发现炒菜的徐峥胸口别着的工牌上清清楚楚写着厨师徐福。当年没人当回事，觉得只是个客串露脸，但现在龙餐馆上映，才有人反应过来，这是文牧野埋了3年的伏笔。可伏笔的另一端，原本接的不是沈腾，徐福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是照着徐峥写的。而龙餐馆的导演文牧野和徐峥的缘分得从宁浩说起。宁浩创办的坏猴子影业有个72变电影计划，专门发掘和扶持新导演，文牧野就是这个计划里签约的导演。而徐峥和宁浩是老交情了，所以坏猴子的项目，宁浩经常拉徐峥进来。于是文牧野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《我不是药神》时，徐峥既是主演又是监制。这部影片上映后大爆，还拿了金马奖。所以龙餐馆这个项目，文牧野最早就是递给徐峥的，还是先定了徐峥，再照着他写了角色。这个角色最初的设定是江南厨子，名字徐福，也沿用了徐峥的姓，连人物小传都是照着他的气质写的，有点市侩，但骨子里善良。被逼到绝境之后才爆发出能量。在拿到剧本之后，徐峥自己也上心，为角色做了不少准备。奇迹笨小孩里的客串也是文牧野在给徐峥的新角色做观众测试。按理说这么一个量身定做的角色不会轻易换掉，怎么现在换成沈腾了呢？因为徐峥在几起风波过后就像是一个风险炸弹，让投资方不敢碰了。2020年徐峥的囧妈本来是春节档的种子选手，欢喜传媒还和横店影业签了24亿票房的保底协议，票房过了24亿大家分，没过的话亏的算横店的。徐峥本来稳赚不赔，结果疫情来了，所有电影院全关了，别的导演都撤档了，想等疫情过去再上。但徐峥直接把囧妈以6.3亿的价格卖给了字节跳动，大年初一线上免费播，观众是爽了，院线那边却炸锅了。春节档占影院全年收入的40%到60%，你说不上就不上了，还直接跳开院线给全网免费看，这相当于砸了全行业的饭碗。当时全国多家院线联合发声抵制，还说以后徐峥的电影都不给排片了。等到2021年底，张庭传销案又被爆出来，徐峥的老婆陶虹因为深度持股，5年分红4.2亿，直接被推上风口浪尖。徐峥自己也跑不掉，他是 TST 蒸酒系列的形象大使，还合作推出过产品。虽然后来官方没有把徐峥定性为劣迹艺人，但老百姓心里已经有疙瘩了。而龙餐馆是高成本跨国战乱题材，要去国外拍，要搭景，要动用多个外籍演员，投资规模比普通电影大得多，这种项目输不起，资方不敢赌。据说和龙餐馆同期的第20条也因为风险考虑，把男主从徐峥换成了雷佳音。最后徐福落到了沈腾手里，也不单纯因为沈腾演技最好，是因为他最安全。龙餐馆是沉重题材，观影门槛不低，有沈腾在，至少能把观众拉进电影院，不至于开局就崩。沈腾接棒之后，龙餐馆的剧本做了大幅度改写，文牧野花了不少时间调整。徐福从江南厨子改成了东北厨子，还加了不少喜剧戏份，而沈腾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一位喜剧演员去演一个这么沉重的题材，本身就不被市场看好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龙餐馆上映3天，票房就破了3.5亿。不过徐福这个角色谁来演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被讲出来了。